这个是最有名的，对，千佛殿。中间是自在观音，因为它这个坐像呢非常的随意轻松，悠然自得。旁边的这位是护法的力士韦陀，然后雕塑的站姿，头部开始，腰部带动，形成了一个大的曲线形，像拉满发射的强弓，刚劲而有力。但严格来说，这种造型人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，因为它早已超出了人体正常生理所能够达到最大的一种生理极限。那这尊塑像呢，也是全国同类型作品当中唯一一尊被载入中国美术大全的韦陀雕塑。咱们那个高中的美术课本上就有它。其实对我们山西来说，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恶人。当然，对于我们山西的文物来说的话，贡献很大了。所以说，这样就促使了山西保存了咱们全国地上文物最多，70%以上其实都在山西的地上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这一集，我们来到山西平遥西南6公里的双林寺。这座古寺年代久远，距今至少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双林寺坐北朝南，庙群占地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，沿中轴线坐落着3进院落，由10座殿堂组成。前院为释迦殿，两厢有罗汉殿、阎罗殿等，还有进门处的天王殿。中院为大雄宝殿和两厢的千佛殿、菩萨殿，后院为娘娘殿。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，进入双林寺。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，首先会看到的是廊檐下一字排开的4尊金刚像。金刚它属于是佛寺的护法神，每一位要进入寺院的人呢，必须得通过这4位的严格审视。这样，古代工匠就着重于对雕塑的眼睛进行了刻画。只要是我们站在这个院子当中，无论是您所处于任何一个方位和角度，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有一尊塑像的眼睛在看着。而且呢，随着我们在这个院子当中站的位置和角度的不同，金刚的眼睛呢，它也会随之而发生着不同的转换。这4尊塑像的雕塑年代属于是元朝，有700多年的历史。再往里走。天王殿，这是佛寺的第一座主殿，中间的是天冠弥勒菩萨。很多时候咱们提到弥勒呢，都会自然的想到那个大肚子弥勒佛，但由于佛教本身是一个外来的宗派，实际上刚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，弥勒的造型是我们眼前看到这种端庄的菩萨形象。大肚弥勒佛呢，它是根据布袋和尚为原型，由中国人汉化以后的造型。两边是梵天、帝释，他的2位侍从。我们在周围还另外的塑造了8位菩萨和南墙倒坐着的4尊天王塑像，他们的雕塑年代属于是明朝中期，有500多年的历史。但是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作品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，但所幸的是这些彩塑没有过后世人的修缮和彩绘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明代雕塑它原有的那种艺术价值和它的雕塑手法。真的是太不容易啊，挺令人感叹的。你看那上面的那个雕刻的那个花啊，对，上面那个整个是镂空的那种雕塑。对呀，这个全是都是泥塑啊。都是泥塑，不过它里边的骨架不一样。体型大的这个就是木胎，然后上面那个细小的部分，它就是拿那个铁丝金属做好骨架，然后再包泥的。这个建筑群整个它有几个院子？3进院。
三进院对，哈三。进院。我们现在进的是第一进。这个还不算呢，还不算呢从这儿进了才是第一进。哦，没进去。伽蓝殿供的是关公、伽蓝菩萨，更何况呢，它是我们山西的老乡，所以说在山西的佛寺当中，几乎都能够看到有关公的位置。而且本身它关公是忠义两全嘛。罗汉殿，这个殿其实是我们这座寺院现在保存下来，就是说时间最早的一组雕塑了。专家考证的话，他们是宋代的作品，北宋时期，对，将近是有1000年的历史了。主香供奉的观音菩萨，然后18尊罗汉呢，一边9尊，它分列于左右两侧。宋代雕塑最大的风格是注重于写实，直接取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，以老百姓为原型对这些佛像呢进行雕塑。所以说，工匠在雕塑这些佛像的时候，更倾注了他们的那种人性化的色彩和创作的激情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单纯的就从它的雕塑艺术手法来看的话，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靠窗户的第3尊。这个塑像呢，着重要看到的是他表情的塑造，眉头紧锁，眼睛圆瞪，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呢，好像他看到了一些不高兴的事情。后人根据这尊罗汉这样一种外在形象的塑造呢，称之为是亚罗汉。想说说不出来，特别憋屈、特别难受的一种人物形象。其他的塑像就都是汉化以后的那种造型，都是咱们中国人的那种长相呀，中国人的那种服装打扮。这些雕塑都是宋代的，但是我们看到头上的这种木龛，这个木龛是到了清初的时候，出于保护性的目的呢后加的。上面还有一圈那个代表了山石。佛家云：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。所以说，在双林寺很多的殿宇当中呢，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悬着的山石作品。山石。对，山石，它其实没有这个龛子的话，它就是在一个山洞里边，可以说岩石之间。但是你加了龛子以后，那种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一个塑像，一个形象，一个个性，一个，它就其实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人一样，没有2个人的性格它是完全一致的。有脾气暴躁的，有比较温和一点的。你看，像这个长得胖胖的这个罗汉，他看起来就那个性格很暴躁。是吧？对，那个是梵语，梵语音译的。我们把这个塑像呢叫胖罗汉。胖罗汉。对，也直接是根据他这个体型来命名的。一个瘦的，一个胖的，瘦的就叫瘦罗汉，胖的就叫胖罗汉。然后你看那个矮的就叫矮罗汉。然后那个高个儿的，就是看起来他身体不是很好，就是脸色你看显得特别苍白，觉得他是有病，病罗汉。您看对面这个戴着那个头上戴着一个帽子，有点像唐僧。对，这个是降龙罗汉，它也就是以唐僧来进行雕塑的。其实也就是佛教当中我们看到的那种高僧的那种形象。好，咱们到下一个点。这是释迦殿。对，主像就是佛祖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呢，他确有其人，生活的年代也就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春秋时期。两边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。墙上您看到工匠呢采用了分层次、连环必塑的形式，它一个小格子一个故事呢，向我们讲述了释迦牟尼佛从生然后到最后涅槃一系列的佛本身故事。从他最开始的白象投胎，然后出游4门，菩提成佛，还有他什么初转法轮呀，收徒弟的那些经历，然后到最后他的金冠自焚，都是有一系列的这种介绍。双林寺呢，它很综合的运用了圆雕、高浅浮雕、融合壁画，而且是泥塑立体型的，这在全国来说呢极为少有。泥塑的优点是可塑性很强，
就是咱们老百姓说吧，这捏什么像什么。但是它致命的缺点不容易保存，尤其是受到外界的因素。在军阀混战时期呢，双林寺曾经驻军过阎锡山的部队。驻军期间，他们把这个店做了伙房。做饭。对，所以说您想人多手杂，又要做饭又要吃饭，所以说很多塑像在那个时期呢已经是遭到了损毁。下面您看到的这3层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连起故事了。注意第4层的中间，您会看到有2口棺材。第4层不是有3个龛子吗？中间那个龛子，一大一小2个棺材。顺着那个棺材的水平线，我们往右边看，躺着一尊卧佛像。这个故事呢叫释迦涅盘圆寂的意思。佛这里边说呢，释迦牟尼在80岁涅盘时，让弟子8棵梭罗树的中央搭了一张神床，释迦牟尼呢头枕右手涅盘而去。但让后人感到诧异的是，在佛涅盘之后，围绕他的8棵树自然的合成了2棵。我们都说双木成林，双灵入灭，由此而得。其实也就是为了纪念这组故事呢，才在宋代的时候把原有的中都寺改名为双林寺。土地爷，双林寺是非常传统的一座汉化佛寺，佛教的、道教的、儒家的、民俗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是老百姓信仰需要的神灵，在这个寺院当中我们都可以见到。双林寺对于土地爷的形象刻画呢，它完全打破了常规的那种艺术形式，个头高大魁梧，这是以明代的老者为原型塑造的。那么这个殿它所表现的一个情景是，各个地方的小土地爷召集到一起开会，说就会像我们的那个行政长官一样，各级都有，这就是他们召开到一起开会的一个场景。地藏殿，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他的道场是在安徽的九华山，也叫大愿菩萨。两边的僧人，年轻的这位叫道明和尚，年老的这位是敏公和尚，这是一对父子，父子俩先后出家，而且呢都成为了地藏王菩萨的弟子。周围分别塑造了10殿阎罗、6槽判官。靠窗户的这3尊呢，体型略微要小一点，这是判官。您看他这个判官的表情也是有区别的，有的就是文质彬彬，有的就是很狰狞的那种表情。余下这些体型略微大一点的，这是阎王。阎王一共是有10位，10位阎王分管10种不同的事项，各司其职。也有人会问，阎王会不会徇私舞弊？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到了地狱呢，你只能是到了相应的殿才能够受到刑罚。如果说你走错的话呢，就像咱们现在的法院那些，人家是不会受理你这个案件的。所以说这老百姓就有一些多虑了。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咱们看到这尊是牛头，然后这一尊呢是马面，对，然后您看到供台上面有很多的小人物雕塑，虽然说它破损的更为严重一些，但人家原来都其实是完整的。它所表现的是人如果做了坏事之后，到了阴间将要受到的各种刑罚。什么地方丰收了，什么地方有了这个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通过那个判官的账本儿，就是咱们通俗一点说吧，就账本儿，然后一笔一笔的开始清算你的这个恶行了。木胎泥像您看都是木头做骨架，然后呢缠麻绳包泥，这个胶泥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红胶泥，红胶泥也是这个村儿特有的，这个村儿特有的这种红粘土。这种胶泥呢粘性非常大，同时为了防止它开裂呢，里边还加了麦糠、谷草、糯米汁儿、棉花、蛋清这些能够增加泥土粘性的物质。塑化成型以后的话，在塑像的外面刷上色彩，这就是一件彩塑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结构。
去呢，人们为了计时的需要，都有钟鼓楼的设置，晨钟暮鼓，早上打钟，晚上敲鼓。鼓呢，在清代的时候已经是遗失掉了，但是木牌子上，您通过它这个简介可以得出，就是在1948年解放尽忠的时候，徐向前元帅率领的临汾旅曾经在双林寺的鼓楼上呢架设过电台，而且我们那个土皇帝阎锡山他的王牌军清训师，就是在我们隔壁村给歼灭的。对于其实对于整个山西的那个解放战争来说，它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。唐淮阎锡山还是挺厉害的啊，因为抗战的时候就山西没被日本人打。对，其实这个阎锡山对我们山西来说，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恶人，他是一个功过各半。对，哎。当然，对于我们山西的文物来说的话，阎锡山就贡献很大了。对，在各个时期的这个战争，你看对山西的这个波及都很少，所以说这样就促使了山西保存了咱们全国地上文物最多，70%以上其实都在山西的地上。唐淮1300多年的历史，这是离我们双林寺建寺历史最近的实物。已经是中空了，这是槐树它自然的一个生长规律。但是我们这棵槐树长得特别旺盛，我们都说千年松万年柏嘛，不如老槐歇一宿。而且上千年的树它都是有灵气的，而且它还是连到一块儿的，它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是最有名的，对。就是最好的要压山地儿。对，这个寺院最好的千佛殿，中间是自在观音，因为它这个坐像呢非常的随意轻松悠然自得，同时由于自在观音这种特别的坐像呢，也往往是双林寺对外宣传的时候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尊作品。旁边的这位是护法的力士韦陀，然后您看到眼睛，这座寺院所有雕塑的眼睛全部是琉璃镶嵌，琉璃可以反光，所以说利用了这种光学的作用。现在您看起来的话呢，每一尊佛像的眼睛都非常的具有神韵。然后雕塑的站姿，头部开始，腰部带动，形成了一个大的曲线形，像拉满发射的强弓，刚劲而有力。但严格来说，这种造型人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，因为它早已超出了人体正常生理所能够达到最大的一种生理极限，是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。可是呢，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夸张的雕塑艺术，让我们更深切地去感受到了一位中国古代武士的勇猛和力量。就是一种夸张的艺术变形之中，可惜的就是手掉了，这个也没法给它弄，也不知道它原来什么样子，所以说一直保持了现状。那这尊塑像呢，也是全国同类型作品当中唯一一尊被载入中国美术大全的韦陀雕塑。这就是双林寺最经典的一尊作品了。对，不光是介绍双林寺，介绍平遥古城的话，它都是代表。你学美术课应该都有这个。都有，咱们那个高中的美术课本上就有它。你看这个形式就更多一些了，这个山就整个是在一个，就是你看山石之间。是，而且这个它的颜色呀，我觉得比前面看见的更丰富、更鲜艳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它下面的那个颜色，这个店光线要好一点点。其实颜色是那边要好，但是光线的话，这个店就看得更清晰一些。对。对，早上看那边，下午看这边。哎呀，太遗憾了，今天就，但是接下来几天也是天气不好，明天也是阴天，然后周四周五又要下雨，对，所以，我就说土特别大，最近因为。其实不是土，它就是山上，它不是泄洪吗？泄洪以后，我们山西的一个我们平遥的一个地形就是东高西低，东面山，然后泄洪以后，直接那个水就往这儿走了，往这儿走以后，它那个水吧，
东面山上又是沙石，它冲下来以后沉淀，就是胶泥。为什么我们这儿胶泥多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冲击以后，你像原来美术学院的学生不是来我们这儿实习吗？随便到那个水渠里边随便挖，你就能挖出胶泥来，特别多啊，特别多，就是因为这个地形的一个特殊性，所以说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双林寺啊，其实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。他们在这是修是吧？不是修复，数字化采集。千手观音，像这尊塑像呢，2米左右的身高，26只胳膊，但是最能体现它特点的是色彩。我们所有见到的这些颜色已经是500多年的历史，尤其是最纯朱砂的色彩。没有动过，对，所以说你想一下，500多年这个颜色保存到现在还呈现到我们眼前的这种色彩，至少说明中国颜料业的发展最晚到了明代，它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准。它所用的这种色彩呢，都是矿物质颜料，再加上工匠特殊的配料，还有一个前提呢是没有任何的化学处理。纯天然的，所以说它能够保存几百年或者是上千年的历史，那都不褪色。太难了。这个殿的彩塑一共是509尊，墙上的话呢，匠人分5至6层表现了菩萨各种各样的化身，而且在这些众多的佛像当中呢，您没有看到相似的2尊，一个塑像一个形象一个姿态，但是它这些彩塑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包括大型彩塑也都一样，它们这个身体呢都是略微前倾的。关于这个前倾呢，后人给总结了3方面的效果。首先，它是为了营造出佛国世界庄严神秘的氛围；其次呢，就是解决了我们观赏的一个视觉差，很轻松的就可以看到塑像的表情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防尘。过于频繁的清扫灰尘产生的摩擦，不会掉。对，所以说这样就很有效的避免了这些。我看到这上面也有很多那个，就像您说的山。对，山，动物还有。对，小动物。都有呢。其实人家所表现的就是说，这些菩萨吧，不像我们是在这种尘世当中去，人家都是很清净的那种大自然里边去修行的。和咱们这个凡人是不一样的，人家。大雄宝殿、总殿了。正殿。正殿哈。对。我们这个大殿中间的3尊主像呢，代表的是释迦牟尼佛3种不同的化身。不过这个殿比较特别的是，一进门我们见到的这尊站像接引佛，他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，所有的信徒必须通过教主的许可才能够见到后边的释迦牟尼。所以说，因为特殊的职能，对他的位置呢，我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安排。破例塑到了佛的前面，而像这种结构呢，在咱们全国的佛寺当中仅此一处。从来没见过。别的地方是没有的。然后它的法号呢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弥陀佛，只有通过阿弥陀佛他的同意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才能见到佛，没有别的途径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。所以说出家人开口必念阿弥陀佛。明代的彩塑，但是这个殿的色彩吧，它在清代的时候彩妆过一次，所以说从风格上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更多的倾向了清代的艺术。这是最后一个殿了，是吧？对，最后一重殿这是，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娘娘殿的正极上面有一个极煞，上面写的就是佛母殿这个。可能是后来吧，因为更多的人来了这个殿吧，就是求佛母送孩子的，所以说干脆就直接把这个殿的内容就给换了。
所以说我们少林寺吧，一般就是看这个彩塑艺术的话，都是大雄宝殿以前。哦，哎，大雄宝殿以前的话，这就是整个寺院的精华。哎，在少林寺的门口，我们登上了环绕寺院的围墙，俯瞰安静的古寺。此刻，时光仿佛倒流，重回千年之前。我们看见了当年的能工巧匠们正在制作这些巧夺天工的彩塑。平遥408村，数一数二，数梁村。下一集，我们将前往平遥附近令人惊艳与感动的梁村。毛红哈，其实他那个在这个票号界是一言九鼎的人物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